父王，元首，二公子这么久才回来一趟，这没待多长时间，就又要上朝辞行。反正我这张老脸摆不出其他的样子来。我将门之福，不就应该这样吗？聚少离多，别理他，走，随为父上朝。怀化将军这就要走了。是。臣今日上殿是向陛下辞行，明日便准备离京了。朕不大懂军务，既然黄伯夫调你回甘州，自然有他的道理，朕也不敢强留你。为陛下戍守边境，本就是常林之责。老王爷，这是内阁根据陛下的圣意所做的决议，您看有什么不妥吗？陛下，蔚山、翠峰这两营护卫京畿多年，至少臣没看出有什么闪失，不知陛下为何突然想起要彻底重编？黄伯父这是不同意吗？陛下，老王爷，新君即位，撤换旧军营号，我大梁历朝多有旧例，即使是陛下一时兴起，也不是什么值得驳回的大事吧？按照这内阁的议案，明明是撤换全营所有的高阶武臣，重分军户，整合兵员，这和旧军的营号更换，怎么可能一样呢？老王爷，陛下即位之后，对您可谓是言听计从，现在不过是想效仿先皇旧例，不过是组建一支小小的羽林军而已。按说，这本该是圣心独裁的事情，下官实在不懂，这哪里让老王爷觉得不满意了呢？启禀太后娘娘，已经开始商议那件事了。娘娘是直接进去吗？不，哀家从后殿进去，总得先听两句，知道个大概才行。是。陛下，这皇家羽林一向直属御前，老臣并不是反对什么，只是这裁撤旧营，建立新军，并不是简单的两句话。蔚山、翠峰两营加起来有7万人，即便是调动6品以上的将领，其中牵扯到1半的军户，这些相关的事务，人力物力就已经不小了。更何况，老王爷请放心，眼下朝中平稳，国力殷实，陛下乃是天下之主，更何况有良臣辅佐，户部、兵部、吏部各司皆无异议。老王爷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？陛下有意重建羽林军，这当然不是问题。老臣之所以反对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着急。陛下尚未成年，刚刚开始学理朝政。陛下尚未成年，又怎么了？
微臣母后参见娘娘。臣等参见太后娘娘。老王爷北境的人马，各营加起来也有20多万，还不是要人有人，要粮有粮？朝廷何曾说过什么？陛下的威望虽然不能跟老王爷相比，但到底已是一国之君。难道就因为年岁尚轻，便要处处看人脸色不成？母后，这不是一回事。太后娘娘只管好生安养，今日所奏之事和后宫人员无关，请娘娘无需谏言。再说，陛下听政就在这朝阳殿，后宫人员若是往来，恐怕不大合适吧？什么后宫，什么干涉，老王爷不必拿这么大的帽子压人。哀家进宫几十年，就连先帝都不曾说过哀家有什么行为不妥。怎么，到了万事儿由您做主的时候，我们母子俩就百般不是，连出来说句话都不行了吗？母后，娘娘，老王爷不过是奉先皇的遗旨，辅佐陛下，给陛下把把关而已，绝没有您说的意思。娘娘还是回去吧。啊，您看，陛下都有些为难了。母后，既然朝堂上桩桩件件都得听老王爷的，那你带着大臣们到长陵府上朝好了。何须陛下在此听政？太后娘娘此言何意？平静。既是朝堂议政，不就应该各抒己见吗？当着陛下的面，你要做什么？娘娘，皇儿，你可看见了，怀化将军如此咄咄逼人，这还是我大梁殿上的朝臣吗？陛下平静无状，不该在这朝堂上和太后娘娘斗嘴。既然娘娘在此，恐怕不适合在议朝政，请陛下允准，老臣告退。臣等告退。皇伯父，臣等告退。先帝，先帝，老王爷，你又何必如此？哀家先走便是，请您不要再为难陛下。母后，先帝，先母后帝，母后。哎，首辅大人，首辅大人，这萧平京啊，还真是毛躁了些，一生气就耐不住性子。要是长林世子还在，断断不会是这样的局面。
一针对父王，今日争执起来才会如此难看。难道今日长陵王当着满殿朝臣说你尚未成年，你都不明白他什么意思吗？这话怎么了？朕自己不也常说吗？元师，你心性善良，所以不会多想。可你问问你舅舅，这满殿朝臣，谁没听出长陵王的心思？他说你尚未成年，就明指皇儿是幼主，没有决断的权利。这种话多说几次，人人心里都会默认。那长陵王奉旨辅政，不就变成奉旨主政了吗？母后，此言太过诛心，孩儿绝不相信。好，哀家是后宫妇人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你不信就不信吧。可日久方见人心，哀家倒也宁愿是自己想错了。想起今日大殿上发生的事，孩儿实在不放心就这么离开父王。为父我这一生见过的事儿多了，总有办法处置的，你不用管啊。到了北境，遇事多与魏老将军商议。若是大哥还在的话，途中经过狼牙山，记得去看你大嫂和小侄儿，再带我向老阁主请安。父王，要我捎信请大嫂回来吗？你只见过小侄儿一次，一定十分想她吧？侧儿的确是想他了。陛下年少，心性不定，朝政又如此繁杂。牛远在北境，我一把老骨头了。把他们母子俩放在狼牙山，哪儿安全？父王我反而放心。父王，孩儿实在不敢再劳父王相送，就在此拜别吧。哎，等等，以后这本银锁就不要再带着它了。父王，为父这1年多，想了很多，有些个事情，慢慢的我也就想开了。陛下已然长大，你自然也不是孩子了。平静，从今天开始，父王相信你所做出的任何决定，不管是长林君，还是你的心，你今后做出的每一个决定，都不是因为你大哥的期许，更不是因为你父王的执念，而是因为你现在已经有了这份决断和担当。哎，这里有家济风堂，我看京城也有一家。你真是在边城待久了，忒没见识。咱们大梁一家济风堂数第一。
囊州可是府城，怎么可能没有？我听说都开到北燕去了。鲁昭，在，将军。我明日绕到狼牙山，你不用跟着我，就在廊州等我好了。是。撤。进。老阁主，平津已经上山了。他这次想必不会停留太久吧？只是绕道，3、2日后便会北上。红尘碌碌，风起不息呀。这孩子就是看不破眼前呢。老阁主看破了吗？我要是能看破呀，早几十年呢就得道飞升喽。咱们琅琊阁虽然是旁观之人，但能看着世间情谊代代不断，倒也算是红尘一去。这代代不断的，除了世间情谊，还有皇权、野心、阴风鬼雨。叫二叔，二叔，你可别把他弄醒了。对了，林溪妹妹说要云游四海，尝遍百草，出一本新的药典，早早就下山去了。这会儿也不知道走到哪儿了。平静，你还好吗？这段时间，每天晚上睡觉，我总是梦到你大哥，尤其是看到这孩子，更是格外的想念他。大哥在的时候，我习惯了依靠他。自从大哥走之后，我几乎每天都在担心，怕边境不安，怕父王年迈，怕我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，辜负了大哥的期待。我虽不聪慧，但自认为是了解你大哥的。我能替他跟你说句话吗？大嫂，请讲。你大哥拼尽全力要救你，不是因为别的，只因为他是你大哥。你们兄弟情深，他希望你能好好的活着，绝不是变成第二个他，第二个萧屏障。趁热把药喝了吧，啊！有了。老王爷，你不是说这件事就当给陛下练手了吗？怎么还是放心不下？我长林王府
我长林王府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掌握京城的一支武装，哪怕是一支军力。旧编新编，对我来说有什么区别？问题的关键是，羽林军守卫的是京城的大门，不能被人如此利用。哎呀，你看你，咱不是说好了不生气的吗？那陛下最后允准的建制方案有什么不妥吗？建营、分编、操训都是细节。兵部里有我信得过的人，安排个8、9不离10，倒也用不着我操心。那你这担心的是什么呀？皇家羽林只听圣命，听起来只是一句话，可是这句话可不是这么简单呐。那是数代恩养、子弟传承，刻在心里的一个忠字。如今，这些心怀忠字的老军户都遣散了大半，新募的兵员再怎么操练，在短时间内，这心里能放得住陛下吗？是啊，这些新兵最难把握，也最易被别人左右。新入军籍的普通人，即便名为皇家羽林，但和一般的屯田兵有何区别？层层将官能任到大统领就不错了，陛下于他们而言，实在是太过虚渺。可帝都金阶之上的那些人，哪里懂得这个道理呀？我听说，你已经领了长林军令了。是。我承接军令一事，父王已经传报长林各营了。这红尘呐，浩大，人人心中欲念不同，看重的东西也不同。你自认为已经尽职尽责了，可在他人眼里，未必是这样。老阁主说的是，平静自己也明白，京城的安静从来都只是表象。人心诡谲，暗箭难防，谁也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发生什么。千古既是一瞬，万物皆为虚妄。你父亲已是戎马一生，既然无心争斗，何不就此放下呀？老阁主，您观天下，知古今，自可看破红尘。可世间这芸芸众生，岂能人人如此？对于普通百姓而言，纵然千古万变，也比不上3餐温饱，家国平安。父王曾教导过，长林之责在于他们，而并非只在于京城。可你过去常对我说，想做武林之人，要随心随性，逍遥一生啊。平静能得衣食无忧、逍遥自在，那是因为生于王府，有父兄护持，不能当成是理所应当。哎呀，我听你这么正经的说话呀，我都不习惯了。来，喝茶。是。终于裁撤掉蔚山、翠峰2营，新立了东湖羽林，真是费了不少心思，
飞展这孩子虽然在性情上桀骜不驯，可是让他来掌管禁军，完全可以放心。这样仔细盘算下来，虽然不敢说高枕无忧，但在陛下完全掌握朝堂之前，京城的局面暂时还是可以安稳的。那北境的萧平京呢？他现在可不只是三品怀化将军，还是长陵军的长令人，难道不该刻意防备吗？比起长林世子生前，这个长林二公子在威望上可是差多了。眼下北境又无战事，他要想横空而出，没那么容易，暂且可以不必在意他。多亏兄长替陛下百般筹谋，能够安稳下来就好。这一年在边境的历练，你的身手真是进益了好多啊！大嫂，可能是因为现在比以前更加专心了吧？你真的决定明天走吗？对。父王真的不想让我带侧儿回去吗？我想到父王这个年纪孤身一人在金陵，膝下没有一个晚辈孝敬，心里也是百般放不下。可父王既然明令禁止大嫂回去，肯定是有他自己的打算。我们还是听从的好。九兄，怎么？这是给我的？这是老阁主准备的临别赠礼，说是对你北境安防略有注意。到了甘州营中，方许打开。还是这么神神叨叨。魏老将军，万万不可！魏老将军，近来可好？还好还好。自从二公子，哦不，现在应该是您跟了父王几十年，怎么都算是长辈，惯用的称呼不必改口。我等已经接到了京城通报，老王爷既然传下军令，那么您便像当年的世子一样，是我长林军的副帅，我怎么能随便称呼呢？多谢魏老将军，也多谢诸位扶持。平京自当竭心尽力，以求不辱父兄之名。只是，无论是长林世子的封号，还是北京军副帅之名，在我心里永远都只能是大哥。还望各位海涵，仍按旧时称呼吧。是。老将军，请。北京近来战况如何？还算平稳，不过前日，大余黄蜀军1支300人的队伍突袭我边境莫南哨，粮食物资均遭劫掠，我军逐个反围，并生擒了对方1名参将。黄蜀参将直定6品，官阶不低。审了吗？审过，有用的一句都没说。不必多虑。一路鞍马劳顿，还是早点休息吧。多谢魏老将军关心，还是先拿相关军报来给我过目吧。是。
平静，好不容易回去一趟，怎么不在大伯父膝下多陪伴些时日呢？父王年迈，我又何尝不想时时陪伴在侧？只可惜自古忠孝不能两全。再说，赶回北京也是听从父王的调派。老王爷这一向身体可好啊？看着还好，只是他老人家在朝辅政，每日不知会有多少烦忧，难免让人挂念。你刚刚回来，就不必都看了吧？我只是先粗懒一些。对了，这些军报、缘起你都看过了吗？好，你交代给我必须特别留意的地方，我都已经做了记录。那你觉得，康王他要做什么？他们在我北京，自扰挑事，难道是在试探我长林布防？可缘由究竟为何，我实在是想不明白。我总担心，不久大禹会有大的动作。我明天想去墨山看看。明天？对，还是亲自去查看一下比较好。好，我马上安排下去。将军，上面写的什么呀？要是天机不可泄露，就别告诉我了。没什么不能告诉你的，我只是没想到，老阁主这次给的消息啊，竟然还有点用。那上面写的什么呀？秋10月，朔日辰时，宁关南北，可见天狗吞日之异象。哦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意思就是说，老阁主算出来，今年10月初1，刚好在咱们北境，可以看到日食。日食？他一回来你就走了，你倒还真是说话算话。日食乃上天警示之象，这都能测算出来。这琅琊阁主，果真是神仙一般的人物啊！罗昭啊，哎，这种天象太过少见，你切莫说出去，以免到时候引起北境军民慌乱。是。这天上的日头突然没了，可不得引起慌乱呢。陛下可是累了，要传步辇吗？陛下，大臣们都在朝堂上等着，再不去，
有可能就要迟了。朕不想上朝。陛下乃一国之主，统领天下，护佑万民，怎么能不想上朝呢？朕实在不明白，母后为什么一直对重建东湖雨林的事心怀芥蒂。明明黄伯父都已经放手让朕去做了，他还是不停地说，他说。真的太让人心烦了。陛下可还记得，先帝临终前曾嘱托过什么？朕走以后，要听王伯的教导，勤学纳言，克修君德。要听王伯教导。陛下是想自己走，还是传步辇？朕自己走。将军，您这几日把漠南一线细细的都走了一遍，是有什么不对吗？大于今春开始在西高州垦荒，新迁户近3万，甘州以北敌军有增兵现象。据我推测，秦陵朔以莫山一线为目标的可能性最大。撤！刚才将军说的我没听懂，小侯爷，您能不能给我再解释解释？咱们不用听懂。平京既然身为主帅，他这么推断，肯定有他的道理。将军，将军！报告将军，大禹派来信使，在府衙前等候求见。大禹，知道了。秦陵朔他希望我们可以放回俘虏，另外，他想约我方主帅于3日后相见，就边境安定问题谈判。秦陵朔想和你见面。将军，依属下所见，这很危险。大禹人一向狡诈，谁知道这康王居心何在？不知2位老将军的意见是？二公子啊，康王前日派兵试探我边境，现在又说要与您见面，商讨边境安定问题，这反正都是他的主意，难免其中有什么圈套啊。还望怀化将军多加斟酌。若只是单见一面，倒也没什么，怕的就是这康王不只是想见面。这种边境换俘、将帅约见的情况，在我大梁以往是否有过先例？虽不多见，但是以前也曾有过。不过，有过，那就可以见。虽然冒险，但我认为与秦陵朔这一面值得一见。他近来小动作不断，我总疑心他有更大所图。跟他见一面，我们可以更清楚他在想什么。理虽然是这样一个理，可是见面毕竟是有危险的，万一有什么闪失。回信，我大梁一向以和为贵，无意多生杀戮。为保2国边境安平，愿与康王商谈。3日后，漠南以北见。唱歌起，风转回浪，微微锦绣明堂。忆当年，变成战火万里冰雪茫。人
剑独棒，月出门宫墙。铁甲罗裙银枪，盘白首如霜。灼灼堂底，亘古自在华章。宇宙疯狂，何方？林间月明，看层峦叠嶂。寒角军鼓掌，营前一卷平冈。烈酒当饮尽觞。男儿归来战北方，寸心寸血满长江。论后几何曾远悲凉，清平世间香。两公苍野无伤，谈天道何时不由忙。金樽玉，凭血浪，血液都射心芒。换男儿归来战北方，寸心寸血挽长江。论好几何曾远悲凉，清平世间香。愿天下从此烽烟。